我前两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一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呆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呆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。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人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、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5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完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。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！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有个哥们搬新家，我们来了锅底儿，我一进屋都懵了，我寻思走样板间来了呢。完了，我上厨房一看，我说你家这盆有点东西啊。他说你还没看我妈给我买那套餐具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埋我奶心里去了？这小行菜都给我买好了，说你带双手来就行。你说人都拿东西来的，我带双手来，我开光来了。这买这个东兴班我认识，但这几条小鱼儿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呀。我寻思我当嘎牙子挠了得了。我弟说哥你可千万别介呀，大年30咱俩卡刺儿的事忘了吗？这个排骨我是糖醋口的，鸡胗我孜然烹了一下，牛肉我干煸成丝儿了。这些我记得都是他媳妇儿比较爱吃的菜。别想歪了啊，他媳妇儿我都拿儿媳妇儿一样带。你说这关系，我上他家真能空手来吗？那不落人话霸吗？这是我在得物上买的九阳和可口可乐联名烤箱，好看实用，操作还简单。最近评论区有活动，还挺划算的，喜欢做菜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我就直接拿烤箱焗了个饭，我寻思我买的我使不着，我多闹心呢。最后我又调了个蘑菇汤，炒了2个1巴拉得，赶紧吃饭吧，我兄弟媳妇都饿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知菊、鸡虾，不认识什么玩意儿，子珍、魔汤、糖排、东班、干牛丝、辣仁、干花。我在这拍，我那哥们说你可千万别录着我呀，别让我媳妇闺蜜刷着呀。我没整明白，也没绿菜呀。完了，吃完饭这2口子非说要打会麻将，我那么说不玩非玩。最后这烤箱让我们哥俩赢回来了，还带了个音响，你说这事儿整的，好像他妈拉了尿了。喂，我酱点牛肉，你上我家来取了呗。我有病啊！这天都黑了。哎呀，咱俩住这么近，我给你送去也行。那也行，那你再烧点拿啤酒呗。酒蒙子呀！我收拾过去吧。咱说我头一次去人家，是不是应该先洗个澡啊？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。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。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
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完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，正好我前两天在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顺手给他了。我买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，7天不满意包退，完还免费保修1年。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。然后切辣椒的时候，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那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。已经通知来取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。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，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，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。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，而且吃着也没什么营养价值，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。再一个，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，有想止咳的，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，还有那纯馋的。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，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。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，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。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，出去吃上烧烤了，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。因为是给病人做嘛，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，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。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，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。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。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。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祛痘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3大酷刑。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，基本就没怎么合眼。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，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，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，肯定马上就嘎。收拾完水果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。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，买不着新罐头瓶，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。完心高温消下毒，结果温度太高了，给手烫秃了皮。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了。后来我们寻思先吃点好吃的，冷静冷静吧。我最近种草了这个诺凡金松露巧克力，这是纯可可脂做的，一共4个口味，口感都特别好。尤其是榛果的，有很浓的坚果香味，抹茶的吃起来也很清新，夹心也好看。还有最近出的这个新年限定的可爱兔礼盒，打开里边还有2个红包呢，这氛围感可太好了，一下就过年的感觉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，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，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，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，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来，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。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够浓一点，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，完还剩点草莓，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了。这酸酸甜甜的，再带点冰茶，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。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水水果，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。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，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消杀。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胰岛杠一起到2023年呢，结果也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，突然就烧了2天40度。这回行了，彻底踏实了，省得老惦记。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。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同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夹馅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呢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
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收拾完这些虾，可算能消停歇会儿了。我们打算小酌一口冰白酒解解渴。这泸州老窖特取的冰饮白酒真的特别绝，酒体清澈透亮，喝起来口感冰爽醇和，绝对是浓香正宗的中国味道。这冰白酒每年夏天我们都得整两口，尤其天热的时候，那滋儿漏一口真是特别舒服。然后这些小龙虾肉，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，蒜蓉味儿的，我们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。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汁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。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，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了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虾门永存，哎。